各位爱编织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带大家进一步探索短针的变化型。短针虽然是最简单的基础针法，但只要稍微改变钩法，就能衍生出不同的花样，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效果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十字短针多运用在玩偶的圈钩，符号与一般的短针相同，但是挂线钩出的方式不一样。十字短针是钩针穿进针目后，将钩针由上而下将线带出针目，再挂线钩出2线圈，完成十字短针。短针的纹路会形成交叉的纹理。加密短针符号仍然与普通短针相同，特别是在有些作品进行同一面的圈钩时，会采用这种针法。与普通短针的差别在于它的入针位置是短针针目 V 型的中心。在钩针穿进短针 V 型的中央之后，朝右下方斜穿。此时如果我们将织物翻到背面，钩针穿出的位置会是在短针背面倒 V 型的左方。我们以钩针实际操作一次。钩针穿过 V 型中央，向右下方斜穿，按一般短针一样进行挂线钩出。接着再挂线钩出2线圈，完成一个加密短针。以加密短针来钩织的作品会呈现棒针的编织纹理。而在往返钩织的方式里，也有一种短针的入针方式，类似于加密短针，称为平短针。因为是往返钩织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短针的背面，短针的背面呈现出2条横线，下方有一个倒 V。 平短针的入针方式是从短针背面的倒 V 中心入针，而穿出的位置则是短针正面 V 型的中央。钩针穿进之后，接着挂线钩出，再次挂线钩出2线圈，完成平短针。短针符号上面有一个扭转的线条，也就是扭转短针。将钩针穿进针目，挂线钩出针目，接着将钩针以逆时钟的方向扭转1圈，最后挂线钩出所有线圈，形成一个扭转短针。扭转短针通常应用于织物的收边。短针符号上方带有波浪线条为逆短针的符号，与一般钩织的进行方向相反，它的钩织方向是由左至右。因此我们往右方，钩针向右穿进针目，再挂线钩出针目，再挂线钩出2线圈，完成一个逆短针。逆短针和扭转短针的效果类似，同样常应用于织物的收边。延长短针为短针符号下方连接着锁针符号，钩针穿进针目，挂线钩出针目，接着挂线钩出1线圈，就好像完成一个锁针一样。最后挂线钩出2线圈，完成一个延长短针。2次延长短针比延长短针下方多一个锁针符号，因此钩针穿进针目，挂线钩出针目，接着如同钩2个锁针一样，挂线钩出1线圈，再挂线钩出1线圈，最后挂线钩出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2次延长短针。因为针目结构的关系，2次延长短针背面会有微凸起的效果，为织物制造些许立体感。组合短针操作方式比延长短针多1次挂线，因此钩针挂线，穿进针目，挂线钩出针目的同时，也一并勾过钩针上的第1个线圈，再挂线钩出1线圈，
最后挂线勾出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组合短针。前扭短针，钩针绕到工作毛线的后方，使毛线在前，再将钩针从针目的后方向着我们穿进针目，接着挂线勾出针目，再挂线勾出2线圈，完成前扭短针。前扭短针就相当于将普通短针反着钩，因此我们将织物翻面，扭转短针的背面会呈现如普通短针正面的纹理。后扭短针则是将工作中的毛线置于钩针的后方，再从针目的后方向着我们穿进针目，接着挂线勾出针目，再挂线勾出2线圈，完成后扭短针。短针的变化是不是比想象中更有趣呢？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，欢迎您分享给同样喜欢钩织的朋友。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